哎，小伙伴们，大家好，欢迎观看黑影 TV，又是久违的室内评测的环节了。但是今天咱们评测的内容和跑步没有关系，和我的本职工作有一些关系。今天要给大家带来的是这款机械键盘，比较小巧的一款机械键盘。像程序员，我这种行业的人都是比较热爱键盘的。大家了解我的知道，我有很多的不同的键盘，然后也一直特别喜欢在键盘上下功夫。这个键盘拿到是在去东京马拉松之前，已经用了有2、3周了，感觉确实是很不错。我为了给大家做好这一期节目，在最近的工作中和正常的日常使用中都在强迫自己使这款键盘。为什么要说强迫这个词呢？是因为每一款键盘其实它的键位都是有一些差别的，你是要适应这个东西的。这个并不是说谁的好谁的坏，只是一个适应的过程。我现在适应的还不错。简单跟大家看一下这款键盘啊，我选择的这是一个红轴的键盘，红轴的机械键盘。其实对于机械键盘选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喜好，有的人喜欢软一点，有的人喜欢硬一点，有的人喜欢声音轻一点，有的人喜欢声音重一点。像有人喜欢那种银轴的，就轻轻的感觉，有的人喜欢那种当当当当跟传统打字机的感觉。我是偏向于这两个之间。这个键盘呢还可以有背光模式， RGB 的灯光。这个不是这期节目的重点，因为到我这个年纪，对这个东西已经不是那么的疯狂了。这个是可以通过软件去调整它的背光的颜色的。同时呢，大家可能看不太清，大家可以去它的官网去看。这款键盘是叫做Keymove， 就是 KEMOVE.com， 大家去看，是一款叫 K68 这个型号。它是同时支持 Mac 和 Windows 两种模式。所谓两种模式，其实在 Mac 下就是 Alt 键变成了 Mac 的 Command 键，在这儿有一个标记。两种模式靠开关来开。像以前有的键盘，包括 HHKB， 我一直用的都是通过跳线帽来弄，其实是一个原理。支持有线、蓝牙和 2.4G 的那个发射器。我现在用的是蓝牙模式。在蓝牙模式下呢，它可以连接3个不同的设备，通过快捷键切换。这样的话呢，也是很方便。我会拿它在电脑和手机上有的时候会使用 ，iPad 不用，因为我 iPad 本身是有苹果的那个键盘支架。大家看我经常用的以前是这款，就已经非常的旧了，所有地方都会发黄。这是一个有线的键盘 HHKB， 大家了解的应该都知道，它是还是无刻印的，还是叫无印刻的这种。它也是，这边是连接口，通过这儿来控制的。这两个的区别是这样，它俩其实不太可以同台去完全比较性能，因为它不是同一种东西。HHKB 是静电容的按键，而这个呢是机械的按键，它是不一样的。就是还是像刚才说的，对于不同的轴，大家喜好程度不一样。就我而言，这两种我都挺喜欢的。机械这种呢，有那种比较愉悦的敲击感，就是比较的给你的回馈比较的直接，有那种像打字的感觉。然后静电容的感觉呢，就是比较的奇妙，这个感觉不太好描述的这种。它不像打字机，又不像薄膜键盘。从使用寿命上来说呢，其实静电容的键盘是要相对优于所有的机械键盘的，这个是不言而喻的。但是总体来看，在这么长的时间线上，其实大家都无所谓。我用了2、3周这个键盘以后，我有点喜欢上它了。我现在已经完全在用它来工作，并不是为了拍这期视频再用它来工作了，因为它有几个好处相较于它。虽然这个东西摁起来是挺有感觉的，但是呢，最初它的设计其实是最早的这种键盘的布局。我以前的编辑器是用 VIM， 用快捷键还是比较的简单和便捷，但是现在越来越多都是图形化界面的软件，包括有时候玩游戏。这个键盘不知道大家发现没有啊，是没有直接的上下左右键的，是要靠组合键的。而这个键盘给我带来的最大的方便就是它在一个很小的范围内把所有的键都做上了，
大家看这两个可以比较一下，其实是一边大的，而且这个要沉很多。再加上它是有线键盘，它是无线键盘。至于说无线好不好，会不会影响打字的感觉，会不会有延迟，这个我完全没有感觉到，用的是蓝牙的连接。另外说一点呢，像这种设备，不管您的鼠标还是键盘，如果支持蓝牙连接，直连你的电脑就用蓝牙去连接，不要用那个 2.4G 赫兹的那个小的发生器。为什么呢？它不是某个品牌某个产品的问题，是 2.4 的这个频段会被大量的东西干扰，包括您家的微波炉都会干扰这个频段，所以它有的时候会有，比方鼠标使着使着它飘一下或者怎么样这种原因。用蓝牙的话，它的打字几乎没有任何的滞后感，我也拿它玩了玩游戏，感觉还是挺不错的敲击感。虽然红轴的这个键盘可能我选择的这个轴呢没有那么的硬，没有那么明显的敲击回馈，但是感觉也是那种很有段落感的那种感觉，还是不错的。而且它这款键盘，大家去它的官网可以看一下啊，有很多的轴和配色的选择，有黑色，有白色，有不同的，有银轴，有红轴等等，都可以选，价格上下差不多的。并且呢，咱们这个频道也拿到了品牌给到的一个优惠码，大家如果通过这个优惠码去买呢，能够有优惠。优惠码呢会放到这期视频的描述区，大家可以去使用。好啊，今天呢，我并没有站在一个跑者的角度，我站在一个程序员的角度，跑马拉松的程序员的角度，从我的专业角度去跟大家分享一块键盘。我也并不是通过一个游戏的角度，就是日常办公，我觉得和我这款键盘来比，它俩是不相上下的，并没有谁好谁坏。这款的价位大家也都知道，这款的价位呢，它的官网上也都写了，要便宜很多了已经。如果大家对噪音的要求是没有那么的高的话，因为像这款，大家看，它不是静音款的那个 HHKB， 它也是会有声音的。机械键盘也是会有声音的，尤其是你选的轴越硬越有声音。像那些所谓的静音，都是牺牲了键盘的段落差和这个敲击感，只是牺牲的程度不一样。如果您对这个没有要求，我觉得机械键盘也是一个很不错的选择。如果您对声音很敏感，那真的不太好办。如果您一定要机械键盘，那选择一些声音比较轻的这种轴的，但是手感会稍微有一些牺牲，这种静电容的就不行了。总体上来看呢，这款键盘给我的感觉还是很不错的，在 Mac 的系统下使用也毫无违和感。唯一在 Mac 系统下使用就是它的刻印其实是主要针对 Windows。你看这个是 Alt 键， Command 键是在这个地方，但是其实大家不会注意去看这个东西的。这个键盘我大概重度使用了2-3周的敲击，也没有明显的磨损感，这个还要再经过时间才能够证明，因为毕竟任何印刷的东西都是会磨损的。那以上就是我对这一块Keymove K68 这款键盘的一个简单的使用体验和购买建议。如果大家有兴趣呢，可以试试看。有键盘爱好的小伙伴呢，可以下手试试看。如果您正在选择一块机械键盘呢，我觉得它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毕竟我们现在很多时候的电脑都已经是移动化了，像传统的那种很大的键盘，可能已经不太适合现在桌面的布局了。同时，大家应该也发现我这个是一个苹果的触摸板，通过这个掌托和它接在一起，也还是没有什么不是很顺畅的一个落差。那好，那感谢大家观看本期节目，也希望大家一如既往的支持我们这个频道，我也会更多的给大家带来一些我生活中的视频和我工作中像这些东西的视频。那我们下次再见。